嗨，我是 W， 今天我们在长乐的春风的 4S 店，然后来试一下这一台675 SR。我个人觉得这车声音不算很大，还行，挪车很轻松，重心不算特别高，重心大概是在我胯部以上的位置，在这个位置重心，左右挪起来算是比较轻松的。这辆车的坐姿会比之前试驾的那个500 SR WOM 会更激进一些。OK， 我们来试一下不用离合，就是怠速下的顺畅度。OK， 怠速14。1档怠速14， 2档，低扭还 OK 啊，车辆稳定性很好，没问题，太轻了。对，我人是歪着的，翅膀偏右，偏右。好，走起来，1档起步。这辆车很多人说1档很冲，我来试一下哈，还行啊，还行，1档很顺，没毛病。2档，我觉得1档顺的呀，真的1档不会冲。哦，这辆车扭矩不错，无论是2档还是1档，提速这一下让我感觉是比500 SR 好很多的。1档给油走，它的这个发动机制动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基本上我觉得我骑这辆车我应该不用刹车了，我只要收个油就好了。升档，走。3档可以用，4档、5档都可以用。来吧，试一下快速升档跟降档。现在是2档右前撞，3档、4档、5档、6档没问题。2档升3档的会有一点点的跳动，但是不明显。然后呢，3档、4档、5档、6档都没问题。降档是降不下去的，捏住离合然后才能降下去。对，降不下去的，硬踩踩不下去，下不去。它的这个快排是有降档保护的。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对的啊，但我试出来是这样子的。我想要快速升档，我可以直接升，但我要降档不行，我需要捏离合降。哇，这声音我好喜欢。这辆车是3缸，但是它没有凯旋那种电钻声，就我觉得这很正常，并不是所有的3缸都是那种声音。比如说奥古斯塔就没有那种声音。哇，不知不觉已经100了，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车辆稳定性。车把略微偏右，我现在需要用我身体去往左边调整，车子才不会跑。来说一下坐姿部分吧，这辆车其实坐姿蛮激进的，它的轴距很短，但是它的坐垫是比较高的。我目前整个人是趴在车上，2个腿可以夹住油箱，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激进的姿态，就是在激进姿态下是比较舒服、好驾驭的。然后呢，车把的高度，我个人觉得还是偏高一些。因为它坐垫比较高的话，我会希望说，既然呈现一个比较激进的姿态，你的车把能够再低一点点会更好。然后脚踏的位置略微偏矮，如果是再高再靠后一点会更好。1档拉87。119，扭矩不错的，我觉得这个扭矩比500 SR 好很多。基本上日常驾驶，我觉得3档都用不到，可能2档就够了。然后风阻保护做的还行，目前的风是吹在，对，这里一下没风，往上这开始有风了。如果说我要再激进一点的，我趴下来的话，风是在这个位置，往上风往上走了，下面是没有风的，我可以把这边打开都没有问题。这台车网络上试驾很多了，我就不做什么静态讲解乱七八糟的，我们就把它骑起来看看这辆车在路上驾驶感受是如何。多骑嘛，对不对？就我觉得一台车好不好骑，它是一个很难你去量化的东西。你说一辆车是不是快的车，你可以通过赛道、通过圈数来去量化，但是好不好骑，它的因素太多了。比如说每个人都不一样，身高、体重或者说驾驶技能都不一样，那么他对一台车的好骑的评判标准都不同。所以那我这期视频我只能用我的一个驾驶经验跟我的感受来告诉你这辆车好不好骑。就目前来说，我觉得这辆车是好骑的。然后这辆车的发热量它会比500 SR 小一点，目前水温是98度，节温器还没打开，风扇没有工作，我没有明显感觉到热量，略微有一点，对，热量不大，我觉得是适合跑街的。1档
真的是电动车啊，二档很舒服。可以看一下哈，我现在捏这么多是没有东西的，看到了吗？刹车这部分是没有东西的，再往后开始有了。西户典型的前段没东西，后段刹车制动也来的比较快，前刹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你急刹的话，等会儿上山吧，上山我们去测试一下这辆刹车的一个表现。这辆车的扭矩，不管是从2000转开始，还是说6000转开始，它的扭矩都是有的，我是觉得没有问题，没毛病的。然后很多人说这辆车很冲，我觉得不会冲，对，我觉得它的油门会比500SR 做得更好。500SR 它是什么？它是你当你低速稳在那儿的时候，它会给你一抽一抽的，但是675SR 不会有，油门可以稳得很稳。有一说一哈，两个车我都深度试驾过。好，上山。去山上去感受刹车，刹车老演员了，西户刹车手感很含糊，就是你需要稍微带一点预压，然后呢，等你准备要进去劈的时候，然后下去，然后再去做动作，不然的话，如果说像 Brembo 这种一点就有的话，你可能会错过最佳的刹车时机，以及刹车更容易热摔。这是跑山感受还是蛮好的，这个悬挂跑山感受是好的。雨刹翻身哦，翻身灵活的。这个车这条路很小，我没办法跑快。哦吼，大致去感受一下这辆车的山路驾驶吧。对，像这种坡度大概10度不到的坡，我觉得2档真足够了。你看油门一给，车速就能迅速起来。你降档的话，它的那个发动机制动力能迅速让你车身速下来。基本上，如果说你不激进驾驶的话，这辆车你不太需要用到刹车跑这种山哦，除非说你要急速攻弯。你不急速攻弯的话，你看一回油，它制动力很强的，我还蛮喜欢这种的感觉。当然，这样子对于你的车辆控制、油门的控制会更精细一点。你要能够让你的油门能够稳在那儿，否则你就会觉得车辆很顿挫，会觉得油门很闯。其实这是发动机制动了。来吧，我们来看看这辆车的静态好了。我个人感觉这辆车其实体量不大，就是作为一辆675的车子，就比如说跟凯旋的青蛙去比吧，我觉得它的车会比青蛙更小。整辆车的尺寸跟500SR 差的不太多，车长、车高都不会很大，看起来很小。然后春风的车子，它的外观我一直是觉得好看的，不吹不黑啊，好看的。这一套刹车，这个 braking cooling 这个撞风口应该是有用的。泵的温度会低，但盘的温度还是高的。外观这部分我就不多说了，反正我觉得很多人讲过了，我没什么好说的。比较多人说的是这个直连跟多连杆的区别哈。春风675SR 用的是个直连减震，那么直连减震跟多连杆减震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是你的后轮是以你的平叉的轴心作为一个圆周运动。那么当你在运动的这个不同的角度的时候，直连它的受力是不一样的，但多连杆能够确保你的减震始终是一个纵向工作，这是最大的区别，好吧？别的其实区别不会很大，对，所以这样的要求你会对它的减震要求更高。然后很多人说这个地方很空，我觉得空一点也还好吧，能够增加上热。这是那个调节小链条的，然后那个是曲轴传感器啊，这尾灯造型也蛮独特的，是好看的。然后180的轮胎很饱满，因为它车子小，然后你轮胎大就会显得车很饱满。其实如果说你真的站在车面前来看的话，这辆车其实很小的。然后电子快排，我刚刚有试过，你升档没有问题，基本上你过了3000转哈，你升档你很顺。1升2、2升3时候会有点顿挫，但是从3升4开始往上就没有任何感觉了。但是下的话，它不让你直接踩，你踩不下去的，它会给你卡固定踩不下去的，你需要捏离合才能下。我不确定是设定这样子还是我操作的问题，有什么说什么，感受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仪表部分，首先它这个仪表这部分，这一部分其实有那么一点宝马的感觉，我觉得。然后在这边是胎压、胎温，下面是你的里程、油耗，然后水温、时速、TC， 然后脚撑开关，这个是在比如像杜卡迪上有这个功能，春也有，我觉得蛮好的。好，我们来进入设置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能。TC 有1档、2档，我刚刚是1档，然后我们现在切到2档，然后下档试试看，快速换挡它是开了的。其实你看我今天一路过来，我基本没什么机会能拉到7000转。对啊，这辆车的
它的排量摆在这，升功率摆在这，扭矩是够用的，我很难用上7000转以城市道路这种驾驶，限速在70，或者说比如说你高速巡航限速80，我觉得是用不到那么高的。可用功能就这些是我们比较常见或者是比较在意的功能，其他的都是一些附加情绪价值的东西。OK， 好，我们下山跑下去吧。刚刚有说到它的水温，我觉得它的水温不高，它的车辆的整台车在腿部两边的温度，其实给我的感受是不明显的。现在的水温是96度，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是96度，那么发动机温度应该要再加10度到110左右，但是它实际上，就算它的刚刚节温器打开，风扇转起来之后，它给我这个就是腿部的温度其实不明显，我觉得这点做的蛮好的。相比于像比如说杜卡迪821啊，我骑的比较多，或者说之前试驾的那个500SR，它的那个节温器一打开，那个风扇一工作，整个腿吹得完全受不了。下档用1档就跑好了，刚刚是2档，现在用1档，我会更喜欢这辆车用1档驾驶的感觉。张缸机嘛，震动小的，所以你转速拉高一点，其实是会更好骑、更顺，你的扭矩来得更快。特别是它下山的时候，我觉得会更舒服一些。而且这辆车的排气声音真的不算大的，所以拉到7000转、8000转，我觉得是好骑的，对吧？好玩呢。这条路太紧凑了，很多的弯。其实你看，刚刚有好几个弯，我出去之后就迎面而来一辆汽车，迎面而来一辆电动车，所以我没办法在这个地方把倾角做太大，搞这种节目效果搞不了。下山，稳住油门，听着这个声音还是好听的。油，收油，对，它的发动机制动很明显。收油翻身，稳住油门，轻脚下去走，下不轻脚。收油，进弯带点油门，稳住走，收，好看。收油，有车。对，我刚刚没有刹车，我就把油门松掉，1档油门一松，它车速就下去了，下的还是很快的。这个发动机制动很明显，体感很明显。如果你是新手，你需要去适应一下这个东西，它不是问题，这不是车的问题，这是调教就是这样子。咱不用刹车，我的脚是没有踩的哈，我脚没踩刹车上的，我没用后刹，前刹我也没用。收油，车速下来了，观察一下，好，没车给油开，升档，2档，好骑啊，这辆车好骑，春风不会给我打钱的，车是百润借的，好骑就是好骑，不好骑就是不好骑。我觉得比 QJ 的好骑，比3550好骑，不是一个东西了，没法比了，但它就是好骑。给。对，稍微一开油直接到90，减震要调一下，减震我觉得回弹太快了，然后找机会去调一下预载，不是很喜欢这个减震。我这样重刹，整个车子的后面尾巴是抬得比较高的，我希望减震能再硬一点。来108重刹，前减震偏软。你的驾驶习惯比较激进，我会建议你把前后减震预载给它加大。我记得好像这个是20格，20格的话你就拿顶然后往回调，去找你喜欢的感觉。但我感觉它减震偏软。然后前面有一段路，它的路面比较差，我们去试一下高速它的减震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子。好，这段路开始会比较糟糕了，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减震，带倾角去试。车辆的跳动还是很明显，特别是尾部跳动，这个我觉得是直联和多连杆比较大的区别。它的这个行程有限，包括这台车是一个原厂调教，我会觉得它的这个减震偏硬，也不是偏硬吧，我觉得是回弹做的太大了，你吃不住路面。有一说一哈，我试驾过450SR，500SR，然后呢，扣机的550
450、600，我觉得这台675的坐姿是最激进的。因为轴距短，所以你车把跟油箱的车把跟坐垫距离也短，那么你个子高，你的背就要拱得更高嘛，对不对？然后呢，它的坐垫也高，整个人就是一个略微往下、略微向前向下沉的一个姿势，会很激进。赛道驾驶的话有一定的帮助。综合评价，我觉得这辆车虽然这是辆工程样车了，然后好像是有限转的，但是我至少在这种城市道路驾驶和一些简单的山路驾驶下来，我觉得是好骑很棒的。它的水温一直是维持在96度左右，我觉得还是不算高的。现在节温器打开，风扇开起来了，吹得我腿不烫，温温的，水温 OK。总结一下，675SR 这个车其实蛮适合跑街的，我觉得它会比450SR、比500SR VOM 会更适合新手驾驶，但它又没那么适合新手，因为它的这个1档、2档收油的顿挫感会很明显。这个顿挫主要是它的发动机制动，这是这个车调教的问题，它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不是问题。但是为什么说它适合新手呢？就是它虽然顿挫，但一旦你适合它的油门之后，你会觉得这辆车它在低速下操控是特别的听话的，你需要它慢，你一收油就慢下来了；你需要它快，它一给油就快起来了。然后坐高是810，对身高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这两个老哥肯定没有我高，看他跨上去什么感受。他跨上去之后，他只能单脚着地。你多高？我1.65米。1.65米，1.65米就有点困难了。如果是像我1.8米，我是可以双脚前脚掌着地，勉勉强强压一下，我是能双脚掌跟着地的。对，所以对身高有一定要求，但它车重很轻，好吧。那么至于说造型部分，我个人觉得是好看的，整辆车很紧凑，这辆车非常紧凑，比450SR 更紧凑。然后这个排气的造型，我个人觉得是好看的。那如果说你要考虑买这个车的话，有几个点，我觉得会跟你去提一下。一个是刹车。西湖刹车我一直是觉得它的前端是空的，不是很满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减震预载要调，前减震预载要加，后减震的回弹也要调，这两个是一定要调的，否则像刚刚我在80-90速度去过弯，包括像一些复杂路面，它的弹跳是比较明显的。好吧，那这就是这一期春风675SR 的试驾分享了。那么有任何问题，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弹幕留言告诉我，还是你们想继续看腿？